接下来关心全国产晶片 AI 的模型，现在突然间横空出世了，在中国大陆。那么北京也另外反手要来封杀美国的 H200软体，希望去西方化。中美科技战正式翻篇，今天一起来做解读。好，川普现在呢最新喊话，他说要有条件的，终于是要来放行他的 H200了。没有想到，我们看中国大陆立刻出现了一个逆袭，直接端出了一个完全不用靠美国的成绩单。他是谁呢？他就是中国 AI 的新创智谱，现在说要跟华为一起合作，他们正式的发布一个是完全国产的新一代图像生成模型 GLM Image， 好，包括了接下来从晶片到框架、训练到模型，全部100%都是国产化，完全不把这个有条件放行的 H200放在眼里，也等于是对美国的科技封锁来做出一些回应。我们来看到这个 GLM Image 特别使用的东西，包括了它有这个来自于升腾的训练服务器，还有深思的框架跟多元的模型。重点来了，生成一张图片其实只要0.1元的人民币，被视为中国大陆把 AI 从这种高端的奢侈品一下子变成了工业化的耗材，打断了美国高端的这种算力垄断的神话吗？代表说顶级 AI 接下来不用再看美国人的脸色吗？那这个 GLM Image 到底有什么样子厉害的地方？为何能把成本压得这么低？委员怎么看？我们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GLM Image 哈，这个 GLM 就是通用语言模型，就 General Language Model， 就是用语言在跟机器对话的过程里面可以产生图像。我用中文讲，我用英文讲，什么语言告诉他说，你帮我画一张思敏的画像啊，他就帮你画出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AI 的运作方式。如果是图像到图像简单，语言到图像，这有时候难度会比较高，特别是中文的语言。那这一款由智谱跟华为共同合作的 GLM Image 哈，它是用系统来跟什么？跟美国的系统竞争。如果晶片对晶片，可能美国会比较强，但是整个系统的时候，它就是截长补短，变成它有竞争力。但它使用的机器是什么？用升腾的 Atlas 800TA2，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伺服器，在训练伺服器，专门在做 AI 训练用的。然后它里面装什么东西呢？它装了一个华为自己做的鲲鹏 CPU， 很强的 CPU， 不 GPU 哦。它 GPU 装在另外一个伺服器中的伺服器。叫做 4U AI 伺服器，那里面装的就是这个升腾的 GPU 晶片它是这样的一层一层架构上去。那这部是硬体的部分，生思的 Mindspore 是什么？他说的好了，我这个晶片可能跟你无法竞争，我就用一个统一架构，让我的这个这个训练伺服器跟周边设备所连成的终端所连成的整个系统效率可以赢你，我截长补短赢你。那这个就是那个生思所设计的 Mindspore 的统一计算架构，你就把它想象成 iOS 或者想象成这个华为鸿蒙这种概念，那就可以哈。那再来呢，会完成 SOTA 级的多模态模型训练，就是 SOTA 就是即使不要以为什么专利，它叫 State of the Art， 它是叫 SOTA 就是目前最顶端的图像，比如说太空船的设计、航空母舰的设计不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帮我画我母亲的图像，不是那么简单的，都很复杂的图像的一个设计等等，那叫 State of the Art， 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当前行业上最顶级的图像生成是什么样的图像生成？3D 啦，或者是3D 类什么之类的东西，可是重点在成本。他用这一套的全部都是国产的，把成本给压缩到一张图，当然他没有讲这一张图是什么图是0.1元人民币。我老天娘，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即使再复杂了，你这种最基本的都是0.1毛的这个人民币，再复杂了也是比你美国的便宜那便宜的话，工业界就可以用。因为你的太贵了，工业界想让我实验室用就好，我生产线用量那么大，对不对？我要节省成本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它接上3D 列印
接上各种机器人啊等等，很抱歉，它就是成本比你便宜，那效率一样，成本比你便宜，我就可以在业界生存。所以华为啊，这个大陆上有很多新创的 AI 哈的这些公司哦，很复杂。那如果像智谱懂得切到这个 blind spot， 就说，哎呀，你这个有一些 GPU、CPU， 一下子什么训练伺服器，一下子 AI 伺服器。还有终端使用，还有在远方也要上来使用，这么复杂，我来设计一个统一计算架构，就是鸿蒙系统那种概念。那我只要让很多操作的很方便，不用太复杂，比如说医院用的，它也可以用；工厂用的也可以用；那太空船发射的也可以用。那请问你？我需要那么多那个什么 AI 程式设计师嘛？我成本都整个降下来了。是。那总共来讲，能够到达 SOTA 级的，那是顶端的东西。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完全的全国产的晶片 AI 模型横空出世。那刚刚说了嘛，价格低到不行，一张图片生成只要0.1元人民币。那现在美国如果说要放行 H200，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还会具有吸引力吗？我们看到是路透社爆料的说，中国海关已经通知辉达 H200了，不准入境。就算你美国开放，但是中国大陆方面现在态度是说，除非必要啦，否则是一律暂停购买的。其实呢，美国当时在放行 H200之前，还有非常多的限制，一共是3重限制。第一个技术阉割，第二个用途追踪，第三个是总量限制。结果没有想到大陆是完全不要了。赖老师怎么看？大陆当然知道美国想要干嘛，美国也要透过这个 H200要掌握你的 AI 的发展方向，跟 AI 的这个使用的一个途径啊，他也想了解透过 H200来掌握中国大陆 AI 的发展现况，所以他当然希望你使用，可他要完全掌控你是放在哪里。那对大陆来说的话，因为美国的法律有规定，他们的所有的数位产品都必须要留有后门，给他们的情报人员。可以去无限制的、自由的进出，从后门进出去了解这个使用者他的所有的相关的产品，任何通讯产品、任何数位产品都在他们的法律规范之内。那当然，黄仁勋一直在强调说他的晶片绝对没有后门，他一直在强调，但是法律有写。可是黄仁勋又强调他绝对遵守美国的法律，那这个就很特别了嘛。遵守美国的法律，又说没有后门，但是美国法律规定要有后门，那这怎么解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解释开，没有解释开。对大陆来说的话，他知道美国为什么会突然间从 H200从 H20提升到 H200，那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910C 也已经发展起来了，也就是中国的升腾的910C已经出来是对标的，910D 也出来了。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你在控制 H200的意义不大了。对美国来说，干脆的钓鱼。钓鱼它有3重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我来掌握你的发展。我如果真的有后门的话，我掌握你使用者，我控制住你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产品追踪。那么如果有后门，哪一天我从中来窃取我所要的资料。所以大陆这边的限制很明白，就是而且已经开会了昨天就开会了。业者都找来，而且据说是态度很坚决，而且很严厉的，也就是谁违反谁试看看，谁偷偷的想方设法的弄进来，谁违反谁试看看，那也就是这个等于是一种警告了。对，那我相信这种警告是绝对有效的所以如果要进来的就有大学可以进来，但是要经过特批。那因为你大学你要进这个东西，你要做研究H200或者研究这个黄仁勋的 NVIDIA 它是怎么运作的，那可以。可是如果你要把它用在商业用途不行。那美国的目的在哪里？美国的目的是要打趴你的这个 H200的相类型晶片的一个发展，也就是 AI 晶片的发展产业，不让你中国有活路，因为他知道阿里跟腾讯还有他们百度，他们也要自己要做自己的 AI 晶片，他不让你有晶片发展的空间。那他也知道华为已经做出来了，他不让你有空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卖，你卖中国大陆告诉你不能进，
那不能进的话，等于是保护了中国大陆自己的产业，因为它根据的是你的歧视性行为，根据国家安全法，那你美国的产品不能卖，也没有违反 WTO 的规定，因为这是你美国设的游戏规则，我就按照你的游戏规则用在你身上。这个对黄仁勋的消息来讲不是一件好消息，所以他股票蹦一下就往下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好，这个是中国大陆对于这个美国的西方的晶片的一个封杀。那其实不只是对于 AI 晶片的一个封杀，现在呢是说连这个有关于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相关的，包括了资安的软体也要完全封杀，而且封杀的这一些软体商都是重量级的，其中一家包括了博通旗下的公司哦，理由当然还是以国家安全为由，一次封锁12家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资安企业，要完全去西方化吗？李将军怎么看？中美科技战哈，原来都是美国在卡中国的脖子哈。那主要那时候中美科技战主要限制的，我们讲小院高墙，大概就是主要是在晶片方面哈。但是没想到现在中美的科技战已经扩展到资安的软体工程哈，也在做这中美科技战。那现在我觉得这个以前美国对中国哈，这个通常都是用国家安全为一个借口，为一个理由来卡住中国脖子，不将这些晶片或者将技术提供给中国。现在没想到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反制中国，然后限制自己国内总共的各个企业不可以买这资安软体哈。这资安软体事实上顾名思义，如果软体工程来讲的话，跟硬体最大的差别就是说，主要靠的是脑袋嘛。那如果说中国的工程师这个资讯工程师有这个能力给他假以时日来讲的话，他一定可以设计出相关的资讯安全的软体所以不见得都要跟你从中国买。我觉得从这方面，从软体来着手跟美国做一个对抗，是最容易下手。硬体的部分，或许你限制于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啦或者是晶片的设计，可能还有很多的门槛要卡住。但是软体纯粹就是靠智慧、靠脑力来设计，所以说中国从这方面来着手，确实是对的。那目前我们看到中国总共美国来讲是博通这家公司，它旗下的相关的企业，还有以色列这个 Checkpoint 它底下企业做这个管理跟限制。中国自己本身来讲，国内的企业够多，它市场也够大。我想，如果说将美国跟以色列这些资安软体公司限制在外，那也可以鼓励自己国内的相关资讯工程的这些设计更好的资安的软体提供国内企业来使用。那我也相信中国自己有这个市场，它应该可以发展做得出来。然后当然对美国来讲的话，他们就少了一个市场，少了一个生意。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